各位朋友，中国的所谓的美女作家蒋方舟塌房了，但是她留下的疑问就是一个7岁动笔9岁出书少年爆红的这么一个天才美少女，她本身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所以说蒋方舟在一次最近的采访里边，中国网友一看，你这是漏了底儿了不是说那啥那安全裤那个事儿而是说他的采访里边这明着就告诉你了，实际上7岁的时候所谓的写书，就是他那个跟他的关系一直都很变态的母女俩互相控制的那个妈妈替他代笔的吧。朋友们，你要看完这段采访，你有什么感觉呢？对，我觉得好尴尬呀！每次说自己的，为什么好尴尬？就是觉得哎呀，好像出了好多书，就这事儿我稍微有点羞耻。所以我感觉你还蛮高产的，如果按在那个维度说，你还蛮努力的一个写作创作者。我觉得是有一个阶段，其实我小时候会比现在其实要勤奋很多，因为我觉得小时候生活很单纯，然后也没有什么社交网络没有各种事情，其实对于写作的想法也更简单，每天就是写，然后写完了就出书。但我觉得我20多岁的时候，真的非常被那个拖延症其实各种各样别的事儿，包括自己的那种自我怀疑折磨。我现在反而是在30多岁之后，又开始治愈拖延症，开始恢复到一个比较勤奋的状态。对，因为长篇那个体量还蛮大的。我关注到那个战友那本书，当然因为那个书蛮厚，我确实我没有完全读完。没关系，不用。但是就是我读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你是半自传体的一个小说嘛，就这里面肯定有你非常真实的部分，也有你作为作家的一种视角进来虚构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对，因为这本书可能我叫做半自传，朋友也问说那怎么办？我说前一半都是真的，后一半都是假的，就是作为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对，其实她的这个女主人公，她前18岁的人生就差不多是我的真实写照，包括说她如何所谓的在她妈妈的威逼利诱之下，在很小的年纪开始写作，包括她第一次进入公共视野，第一次参加节目，然后也是他第一次怀疑自己的所谓的天才，然后甚至包括他还那个小时候替他爸爸给领导求情，然后这也在地上跪着，这都确实都是在我人生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包括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是发现可能写作带来的他跟同学的交往是有点问题这个也是我真实的写照。那包括青春期发胖，然后狂热的暗恋一个男孩子，然后仅仅是因为人家好像是那种小时候像班里的那个樱桃小丸子里的花轮同学一样，所以其实这些全部都是我真实的写照。但是在18岁之后，我其实让这个女主角她做了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选择，就是她放弃了写作。因为我自己在18岁的时候真的很想放弃写作，徘徊过。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它带给我很大的痛苦，然后包括我对自己天分的怀疑。那我觉得还有个很重要的，我就觉得这条路是我妈妈替我选的，并不是我选的。那为什么我没有替自己人生做选择的这种决策的能力呢？所以我可能18岁的时候真的很认真的想过去放弃写作，然后我也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我大学学的是新闻，然后我也做过媒体，我甚至也做过节目主持人。我确实我做了很多别的尝试之后，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写作。可是我让这个女孩她真的放弃写作，她去过一种我其实设想过但我没有真的过的人生。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替我自己想的一种平行世界的人生，就是如果我当时放弃了写作，我的人生会怎么样？然后我就观察她在这个世界的沉浮，观察他更多的跟这个世界互动，然后更多的暴露在公共媒体之下，做主持人，进入网络媒体，被消费世界裹挟。我觉得我在观察他的时候，其实是在观察自己另外一种可能性。我在读这个作品当中，好几个点让我很感动。我特别要说，就是有一封情书因为那个有一个意象，我非常喜欢你选的树，它竟然不是一朵花，或者是对更绽放的东西，就是它那种生命的一种永恒性的一种标志。对，其实那个情书的在还原在小说里面的场景是说，其实这个女性她其实也是我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情感当中经常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和一个
其实他并不能真正欣赏我价值，甚至是看低我的人在一起，就这个是我很长时间我的疑惑。我在想为什么我朋友也说为什么你总是跟真的看低你的人在一起。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是不是因为我总是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不配得感，我只有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被看低的时候我才安心。然后所以其实这个女主角正在经历的这个情感上的挣扎，也是我20多岁的时候人生写照。但是在这个时候，可能真的出现了一个能够去所谓的真正看见她的人。那这个其实也是我送给我自己的礼物，因为我在20多岁、30岁之前，我没有过这样的情感，我没有被一个人真的看穿、真的理解之后，依然选择说好，我做了一个谨慎的决定，我决定喜欢你。就是这个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敢奢望的，所以我就在小说当中替自己就送给自己一个礼物，我就让这样的一个男孩，然后他给这女主角写了一封信。其实我就希望表达的是说这个男孩他能看到这个女孩一切在他的虚妄，在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善，在他的低配得感，在他的其实是有点客气和礼貌的这种，以及不断的想要讨好别人，想让别人喜欢的，在这些种种外表之下，他的那种疲惫，他的那种伤感，然后他的那种真实，就是我想让一个人真的看见这个女孩，其实是我想让一个人真的看见我，所以我就替我自己写了一封这样的一个情书。在《战友》那本书里，实际感觉到关于男女亲密关系、两性，包括人和时代这种处理的关系，让我觉得你在这个年纪，虽然说比起你年少时候的那个年纪，你已经成长很多，而且你举你自己例子总是没错，然后跳脱出来看到了更加深刻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你是在你看别人的文学作品当中，就是领悟到这些嘛，所以你会产生这样的作品，这样的笔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我后来会发现，就是很神奇的是，女性作家当她们迈向成熟的作品，其实往往是去写自己，就是那种自传性会超过很多的男性作家他们第一部作品。所以我也在想说，那是不是可能冥冥之中我也遵循了这样的规律，就是因为你自己是你自己最熟悉的对象。我一直觉得女性的自省是比男性的自省开始的更早，而且发生的更频繁。哪怕现在我觉得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女性，然后非常强势的女性，可能类似于在一个很多人的场合，一个论坛，然后他们在发表非常精彩的演讲之后，还是会说，哎，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我觉得男性相对来说这种自信就会少一些，所以我就觉得那可能确实女性她习惯把自己作为一个样本，把自己作为一个剖析的对象，然后用自省的方式，用自我解剖的方式来去折射自己和母亲、自己和时代之间的关系。我就觉得好像我也在遵循这样的一个脉络。然后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看的一本书就是《简爱》。我小时候不喜欢《简爱》，但是我现在在重读，而且我在重读的时候，我不是读爱情的部分，我就是在读简，他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跟自己对话。他在学校经历特别严苛的这种惩罚的时候，他在恶劣的环境当中的时候，然后他被淹没、被抛弃，然后被欺骗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放弃一件事情，就是和自己对话。他一直在思考。然后我在重新看这个其实接近200年前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就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我在阅读的时候参照的对象，或者给我力量的对象，真的可能是一直以来的这些女性书写者，就是她们一直在各种困境当中和自己对话。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我自己在创作当中也想实现的一点。我实际还特别的想这样面对面跟方舟聊，就是关于你和你母亲。因为实际在我自己看来，要是没有你母亲在你那个幼小的年龄那样去跟你在一起，可能也成就不了今天的你。对吗？对。但是你在不止一次的表述，在你和你妈妈的这种亲密关系上，我感觉你在反思你和她之间的关系。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被迫反思，因为我每次很平常的讲我和我妈之间的一些事儿，别人都会说好变态呀，我就说大家不都是这样的吗？就是因为我是比如我妈妈她60岁不到的时候提前退休来北京跟我住，那大家就会觉得跟妈妈住是一个特别特别有张力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妈妈她生活就围绕着我，那有一件事其实大家听了都很变态，我后来觉得好像有点变态，就比如说像我妈妈她
因为他在北京他也没有事情干，然后他也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所以他有的时候早上醒得很早，然后他就会看我的手机，就是因为他也知道我密码，然后他就那种微信啊，他就会一条一条看。然后当时经济还比较好，大家还经常在群里发红包，我妈就经常去把那些看所有遗漏的红包，什么8毛1块的也都给抢一抢。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朋友还会说哇，姜老师最近是不是经济状态不太好？怎么看见凌晨5点钟才抢红包？就我给大家讲，其实我自己因为是 OK 的，我习惯了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讲给别人，别人就会觉得哇，好变态，你们关系好亲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是我被迫在反思，我说，哎，大家不都是这样吗？哦，原来不是这样。但是确实我后来也是顺着这个，就是好像有点不寻常的这样的关系，我就开始倒推，说我跟我妈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它对我有好的地方，有坏的地方，其实对他也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就像我在我30岁之后，我觉得我萦绕不去一种对我妈妈的愧疚感。我觉得好像她为我做了太多的牺牲，然后她本身是一个如此有天赋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为了我，然后她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也放弃了很多机会，比如说来北京的机会等等。这种反思到最后，当然它没有一个答案。就像我其实也并不认为有一种所谓的完全健康的亲子关系，我觉得好难好难。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那我要理解这种关系是为什么。那可能这个关系它依然存在，它依然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就像我跟很多人说，朋友们，你认为他在这个采访中表现出来的这个言谈，还有内在的这种素质，和他现在的这所谓的少年作家的光环相配吗？他那个所谓的高考的语文成绩还不如人家理科生考得多呢。现在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点个订阅，下集再聊。